很多人都尝试过用高压气枪吹起一把螺丝刀，发现它能在气流中稳定悬停，这看起来十分有趣。本期我们就一起研究螺丝刀的悬浮原理，希望能从中发现更多令人意想不到的秘密。我想，发明螺丝刀悬浮的人，或许是受到小球在气流中悬浮的启发，因为二者的悬浮效果看起来如出一辙。那么悬浮原理是否也相同呢？如果将皮球置于压缩空气喷嘴上方，那么向上的气流就会在皮球周围形成绕流。如果其中一根流线的弯曲段上，某点的切线速度为 u， 到弧线圆心的半径为 r， 空气密度为 ρ， 那么密度乘以速度平方除半径，就等于沿该半径方向，从外侧的流线上取一点，内外两点的压强差德尔塔 P 与内外两点半径差德尔塔 r 的比值。该公式被称为流线曲率定理，它说明流线内凹一面越靠近皮球表面，气压就比远处大气压降低的越多，因此绕过球面的气流产生负压。既然如此，那如果只保留皮球的一小部分外壳，让内凹面也出现绕流，则根据流线曲率定理，流线的外凸一面越靠近球面，则气压就比远处大气压升高的越多，因此这里的绕流产生正压。所以把这一堆东西横过来，会发现原来上凸下凹的记忆，上表面气压低于外界大气压，而下表面则高于外界大气压，从而具有了向上的升力。那么再回到我们研究的皮球，此时它被周围的绕流包裹在更强的负压区中，如果遇到扰动向一侧偏移，则压力梯度德尔塔 P 就会随德尔塔 r 同步减小，使向外运动一侧受到的负压减弱，而另一侧则负压增强，形成了皮球的回正压差。同时，皮球在气流中受到的阻力又抵消了重力，因此达到受力平衡而稳定悬停。即使气流出现一定角度偏斜，导致阻力和重力的合力偏向一侧，皮球也会由于更加靠近气流边缘而受到更大的绕流回正压力，使受力依然保持平衡。所以通过实验可以发现，当喷气流在一定范围内向侧面偏斜时，皮球表面在绕流中所受到的压差能产生足够的回正力，和重力及阻力达到三力平衡而保持稳定。这一原理对螺丝刀也同样适用，虽然它只有一部分手柄被气流覆盖，但在手柄周围的绕流依然产生了更强的低压区。当螺丝刀迎风面被气流推动时，此面所受到的气流动压由于具有水平分力，就会推动螺丝刀向气流外部移动，这就和气流中的皮球受到扰动向一侧偏移的情形相同。气流中的手柄也会在移动方向上出现前后两侧负压强弱的反向变化，从而形成了抵抗水平分力的回正推力，将螺丝刀限制在气流中。但问题是，迎风面的气动力并不能在垂直方向上产生足够大的分力来抵抗重力，所以螺丝刀应该坠落，可它明明在稳定悬停，这又是为啥呢？进一步观察发现，原来气流在手柄末端边缘分离时制造了强烈的涡流，分离涡内更强的低压区将手柄端面覆盖，使手柄又受到了末端额外的涡流吸力，才在垂直方向上抵抗了重力。因此螺丝刀之所以能够悬浮，不仅要归功于周围的绕流，更得益于或圆钝或扁平的手柄端面所产生的强烈涡流。假如把螺丝刀手柄末端做成细长的尖锥状，以便使此处的气流分离涡强度显著减弱，那么你会惊奇地发现，这把螺丝刀由于失去了大部分吸力而最终露出原形。